大家好，我是颐养晚年的张怀生，今天要聊的这件事，建议您放下手头事，叫上老伴或子女一起听。如果方便，直接点分享键转发给他们。为什么这么急？因为2026年4月1日起，一项跟咱们钱袋子相关的重大变化就要落地了。很多人还在拼命攒现金想留给子女，却不知道留现金可能真不如留这个。我说的这个，在新政策下是一种隐秘、安全，子女继承不用看银行脸色，甚至能合法免税的传承方式。这1年多来，我跟老朋友们聊天，听的最多的是焦虑养老金不经花，焦虑生病拖累子女，但还有一件藏在心底的焦虑，很多人没说出口，辛苦一辈子攒下的房子、存款，怎么交给孩子，才能让他们不受罪、不折腾、不闹矛盾？如果您还抱着老观念，觉得把现金存好，房产证放好，到时候往孩子手里一塞就万事大吉，那您可能要失望了。您辛辛苦苦攒的钱，很可能因为传承方式不对，最后成了子女的大麻烦。今天就用全新视角带您看清2026年之后资产传承那些看不见的坑。在进入今天的正题之前，请您哪怕是为了自己的财产安全，现在就用1秒钟点一下那个红色的订阅按钮，关注我们颐养晚年这个频道，再把旁边的小铃铛打开。如果您看完这段视频觉得说到您心坎里了，请在留言区给我打个1。像今天这种关于遗产传承的内行消息，或者以后有什么可能让您吃亏的新规，订阅了才不会在关键时候踩坑。好了，咱们言归正传，咱们先来说一个很多人都在问，但又完全理解错了的问题。2026年遗产税新制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国家要来分我们家的钱了？告诉您，事情没那么简单，但也没那么可怕。首先咱们得明白一个概念，根据咱们国家的立法，税种的设立那得有法律规定。到目前为止，官方并没有正式开征遗产税，网络上传的沸沸扬扬的2026年起征，最高征税 50%， 大多数都是对过去一些讨论搞的误读或者虚假信息。但是我为什么今天还要大张旗鼓地讲这件事？因为虽然没有遗产税，但传承中的隐形杀手比遗产税更可怕。这个隐形杀手是什么呢？它不是遗产税本身，而是因为没有遗产税这个事实，让绝大多数人放松了警惕，结果在传承过程中被其他各种各样的税费、手续、家庭纠纷给吃掉了一大块，甚至让子女拿不到钱。您想想，是不是这么个理？很多人觉得反正没税，那我直接把存款取出来给子女不就行了，把房子直接过户给孩子不就行了？如果您真这么想，那就中了认知的陷阱。咱们频道的老朋友都应该知道，看问题要看本质。咱们今天就要把这些陷阱一个个撕开来，摆在台面上看，给您总结了3大现金传承的致命隐患，您听听看有没有道理。第一个隐患叫做存款搬家，搬出大麻烦。很多人觉得我把银行卡密码告诉子女，让他们自己去取就行了，或者我干脆在去世前把大额存款转到子女的卡里。这种做法，如果您只是转个几万块零花钱，那问题不大，但如果您要转移的是几十万、上百万的养老本，那可就要小心了。根据咱们国家的金融监管规定，大额资金的异动，银行系统是有监控的。一旦被继承人去世后，账户里的大笔资金突然被取走或者转账，银行出于反洗钱和防范纠纷的考虑，很可能会要求继承人提供各种证明，甚至冻结账户。您以为您是在给子女铺路，实际上可能是在给子女挖坑。到时候子女为了证明这钱是父母给的，不是偷的，不是来路不明的，得跑社区、跑公证处、跑银行，开各种各样的证明，被各种刁难，那种滋味光是想想都觉得心酸。咱们辛苦一辈子，难道就是为了让子女在咱们走后还要去看银行柜员的脸色吗？第二个隐患叫做房产过户，过出家庭大战。房产是咱们普通老百姓家里最值钱的资产了。很多老人觉得我走了以后，房子自然就是孩子的，但您知道吗？按照法律规定，如果没立遗嘱，那就得走法定继承程序。您以为法定继承就是顺理成章？错了，法定继承意味着所有第一顺序继承人，包括配偶、子女、父母都有份。假如说您的父母还健在，您想把房子留给儿子，对不起，您的父亲或母亲也有继承权。等您走了，您的兄弟姐妹可能就会通过您父母的手来分这套房子的份额。这种事我见的还少吗？本来感情很好的兄弟姐妹，就因为一套房子，最后闹得老死不相往来，对簿公堂。您说，您在天之灵能安息吗？这就是典型的留福变成留祸。而且就算没有家庭纠纷，光是过户的手续就得让子女跑断腿，拿着死亡证明、继承权公证书、房产证、身份证，在各个部门之间来回转，没个1年半载根本办不下来。
第三个隐患叫做现金在手，挥霍在心，这一点可能很多长辈没想过。您觉得您给子女留下一大笔现金是好事吗？那可不一定。如果您的子女孝顺、懂事、会理财，那这笔钱是锦上添花。但万一子女不成器呢？或者子女的配偶不成器呢？您前脚刚走，后脚这笔巨款可能就被女婿、儿媳妇惦记上了。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如果没有特别约定，子女在婚姻期间继承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万一将来小两口离婚，您辛辛苦苦攒的钱就得被分走一半给那个您可能本来就不太待见的女婿或者儿媳妇，您说您冤不冤？还有一种情况，子女突然拿到一大笔钱，把控不住，被人忽悠去投资、去赌博，或者大手大脚的挥霍掉，您在地下看着自己一辈子的血汗钱打了水漂，您能闭眼吗？所以说，留现金、留房产，如果方式不对，留下的不是福，而是无穷无尽的麻烦和祸根，那怎么办呢？难道咱们就眼睁睁看着辛苦一辈子的成果，在传承的过程中被打折扣、被折腾、被挥霍？当然不是。这就是今天要告诉您的核心重点，有一种资产，它传承起来最隐秘，子女不用跑银行被刁难，还能合法免税。这个资产其实不是一种具体的物品，而是一种法律架构，它的名字叫做家族信托。一提到信托，很多老朋友可能觉得那是亿万富翁才玩的东西，跟咱们普通老百姓有什么关系？我告诉您，那是老黄历了。现在的信托制度，尤其是民事信托，门槛没有那么高，它就像一个为你量身定做的财富保险箱，把你的资产装进去，然后按照你的意愿，在你身后分给你的孩子。咱们来详细说说这个保险箱到底有多神奇。首先，它为什么隐秘？因为信托财产一旦设立，在法律上就不再属于您个人了，它属于一个独立的信托财产。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不会出现在您的遗产清单里。您想想，如果将来真的开征遗产税，那遗产税征的是您的遗产，但信托财产不是您的遗产啊，自然就征不到他头上，这不就是合法的免税吗？而且，因为资产已经装进了信托，您的子女将来继承的时候，不需要去办什么继承权公证，不需要去银行窗口跟工作人员解释我妈是我妈，银行账户里的钱是信托公司根据您定的规矩直接打到子女卡上的，整个过程悄无声息，银行只看信托的指令，不看继承人的脸色。其次，它为什么安全？因为信托财产是独立的，它既不属于您，也不属于信托公司，更不属于您的子女，这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风险隔离墙。打个比方，万一您的子女将来做生意失败了，欠了外面一屁股债，债主能不能拿着借条来找您留给他的信托资产要账？不行，因为那笔钱在法律上还不完全属于您儿子，它是信托财产，不能用于偿还受益人的个人债务。同样，如果您的子女将来离婚了，他从信托里领到的钱会不会被当成夫妻共同财产分走？您可以在设立信托的时候明确约定这笔钱只归您的子女个人所有，不作为夫妻共同财产，这就等于给您的钱穿上了一层防弹衣，谁也抢不走，谁也分不走。第三，他为什么能让子女不被刁难？因为信托最大的特点就是按规矩办事，您可以在信托里设置各种各样的分配条件，比如您可以规定儿子每年只能领到多少钱作为生活费，不能一次性把钱全拿走，防止他挥霍。您也可以规定，孙子考上大学了，可以领一笔奖学金；女儿生小孩了，可以领一笔补助金。您甚至可以规定，如果子女不孝顺或者做了什么违法乱纪的事，信托可以暂停分配。这样一来，您虽然人走了，但您的意志还在守护着这个家。子女不需要去求任何人，不需要去跑任何衙门，只要符合您定的条件，钱自动就会到账。这比您留100个存折，写10000句嘱咐都管用。可能有朋友要问了，你说的这么好，那这个信托到底怎么弄？是不是特别复杂？我告诉您，大道至简。咱们不聊那些复杂的法律条文，咱们就说说具体怎么操作。咱们可以学学北京一位王先生的做法。这位王先生被确诊了癌症，他有一个智力残疾的女儿，他担心自己走后，女儿的房子被女婿侵占，女儿的生活没有着落。后来他到公证处，通过公证员的帮助，设立了一个融合了遗嘱、遗赠和居住权的综合方案，其中就用到了类似信托的思维。虽然他没有设立几千万的大信托，但他通过法律工具，明确指定了财产的归属，设立了居住权，确保女儿一辈子有房住，同时又把财产最终留给了外孙，这就是信托思维的雏形。对于咱们普通人来说，如果想做类似的安排，有2种路径。
一种是门槛比较高的家族信托，按照监管部门的规定，财产门槛通常是1000万，这个确实离咱们比较远。但另一种是民事信托或者保险金信托，门槛就低得多，特别是保险金信托，它结合了保险和信托的优点。您可以买一份大额的人寿保险，身故受益人设定为信托，因为保险理赔金本身就有杠杆作用，可能您交的保费不多，但理赔金额不小，这笔钱进入信托后，再按照您的意愿去分配，这就是用小资金撬动大财富的智慧。举个例子，假设想给儿子留钱，我不直接给儿子一张存折，我买一份寿险，身故受益人是信托，等我100年之后，保险公司把一大笔理赔金打到信托账户里，然后信托公司按照我生前定好的规矩，每年固定给儿子打一笔生活费。万一儿子做生意欠债，这笔钱谁也拿不走；万一儿子离婚，这笔钱谁也分不走。您说这是不是比直接给现金高明得多？当然，我必须提醒您，信托这个东西非常专业，千万不能自己在家里瞎琢磨，更不能听信某些不正规机构的避税、避债忽悠。之前就有一个案子，一位黄先生得了癌症后，为了规避遗产税，听信了所谓顾问的建议，设立境外空壳公司，变更境外保单受益人。结果法院最终认定这是租税规避，不仅没必成税，还被罚了巨款。这个教训告诉我们，任何以逃税、非法避债为目的的安排，在法律面前都是行不通的。咱们要的是合法的规划，是风险隔离，是传承有序，绝不是非法的逃税。讲到这儿，我相信很多聪明的老朋友已经听出门道了，但还得给您泼一盆冷水，甚至是拉响一个警报。因为2026年之后，不仅是我们自己要有规划意识，更要警惕那些因为新规而产生的3大风险。这接下来的几分钟可能比前面讲的都重要。第一个风险叫做误判政策，听信谣言。就像咱们一开始说的，现在根本没有遗产税，但为什么网上总有各种传言？因为有人想卖给你保险，有人想让你做所谓的税务筹划。如果您听到有人跟您说快来买我的产品，不然遗产税一开征，你一半的钱就没了，您可以直接把他拉黑，因为凡是拿不存在的税种来恐吓您消费的，都是骗子。咱们要理性，要学法，但不能被坏人牵着鼻子走。第二个风险叫做子女资产暴增，丢了救命钱。这一点很多领补助的长辈要特别注意。您看，咱们社会救助体系里，很多津贴补助是跟家户总所得挂钩的。什么意思？就是说，虽然您没钱，但如果您那个在美国工作的儿子，今年突然给您汇了一大笔钱，或者给您在国内买了房，那么在政府的系统里，您名下或者您家庭的资产就暴增了，这可能会导致您原本可以领取的低收入补助、老人津贴被取消。所以，如果子女要给父母钱，或者想把资产传承给父母，一定要先咨询清楚，会不会影响到父母正在领取的福利待遇。第三个风险，也是最无奈的，叫做好心办坏事，把子女推上法庭。刚才咱们讲了，现金和房产的继承最容易引发家庭矛盾。如果您没有提前做好规划，您的财产很可能成为子女反目的导火索，特别是那些财产分布在多个地方的，或者子女有外国身份的，情况更复杂。比如，您的子女已经移民美国了，您再直接给他一大笔钱，他在美国可能要交高额的赠与税或遗产税，但如果通过信托架构，比如设立一个 FGT 信托外国赠与人信托，就可以做到在美国免税增长，甚至免税分配，这就是专业规划的魅力。听完这些，相信大家心里都有杆秤了，留现金还是留这个，答案已经很明显了。那么，对于咱们普通老百姓来说，到底该怎么做呢？给您几条掏心窝子的建议。第一，如果您的资产比较普通，就是一套房子、几十万存款，那咱们也别盲目去搞复杂的信托。您首先要做的是立一份合法有效的遗嘱。注意，遗嘱一定要规范，最好是公证遗嘱，把您的财产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指定由谁继承，特别是要明确留给子女的财产是属于他个人所有，不作为夫妻共同财产。您别看这一句话，关键时刻能保住您家的钱不被外人分走。第二，如果您的资产稍微丰厚一点，或者您对子女的婚姻能力不太放心，那您可以考虑保险加遗嘱的组合，或者咨询专业的机构，看看能不能设立门槛较低的保险金信托。这个工具既能发挥保险的杠杆作用，又能利用信托的灵活分配和风险隔离功能，是目前很多中产家庭的首选。第三，如果您的孩子有外国身份，或者您自己在海外有资产，那您千万不能照搬国内的土办法，您必须找懂国际税法的律师或税务师，帮您做一个全面的规划。因为美国、日本这些国家是有遗产税和赠与税的，而且税率还不低，您的一个不小心，可能就让子女背上沉重的税务负担。
最后跟各位老朋友们说几句心里话，咱们中国人讲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咱们辛辛苦苦一辈子，不是为了给自己添堵，是为了让子孙后代过得更好。但是怎么把这个好真正的稳妥的交到他们手上，这需要智慧，需要远见，更需要行动。钱这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但它承载的是咱们对子女的爱和责任。咱们不能因为不懂法，不规划，让这份爱变成了怨，让这份责任变成了债。在2026年这个新的政策节点上，咱们不仅要关注自己的身体，更要关注自己的财产健康。趁咱们现在脑子还清楚，手脚还利索，把该立的规矩立好，把该设的防火墙设好，这样咱们晚年才能过得安心，走得放心，留给子女的才是真正的福气，而不是一摊子烂事。如果您觉得今天怀生讲的这些对您有帮助，或者说至少让您开了眼界，知道了原来传承还有这么多门道，请您一定不要吝惜您的点赞。如果您身边还有老伙计，整天琢磨着怎么把存折偷偷塞给儿子，却不知道这里面有风险的，请一定要把这个视频分享给他。也许您的一个小小转发就能挽救一个家庭的和谐，保住一个家族几代人的心血。我是张怀生，在颐养晚年陪您一起守护咱们的养老钱，规划咱们的传家宝。还没点关注的朋友，记得点个关注，咱们下期再见。祝大家身体健康，头脑清醒，家业长青。